早呀，朋友们，今天7月19号，然后距离我们在通辽买的第一批牛已经2个月了，整2个月。这2个月，这些牛也已经基本正常了，然后这个饲喂也都提上正轨了。今天是第2个月，然后我们准备给它加料，加到7斤，因为之前都是6斤半嘛，加到7斤。 还有最后一点料，余承装添完了就行了。今天跟大家说点什么？说点大家爱听的，对吧？好多人在直播间里都问的，就是养这些牛能赚多少钱？我觉得问这些问题的应该都不是养殖户，都是在从事其他行业，然后有想养殖的这个想法。不说是养牛的，甚至养殖业他都没接触过，对吧？搞养殖，你想清算利润，你必须要知道的是什么？第一个是成本，对吧？第二个是你最后的出售的价格。 你才能算出最终的这个利润，然后你这样就是让我预测的说，其实是不准确的，完全没有参考价值的。大家可能有一个误区，说养殖就是赚钱的，对吧？但是其实养殖只是一个行业，然后真正产生利润的只是买与卖，就是大家说的买卖生意，在你买与卖之间才会产生利润，养殖只是过程。 在我看来，能决定这个养牛最终的利润的多与少，有2个因素。第一个因素是我们人为无法控制的大环境影响的这个最终的行情。行情无论是指你买牛的行情，还是你卖牛的行情，最终都会影响你最终的利润。还有一点就是我们养殖户可以人为去操控、人为去控制的因素，这个就是我们养殖的技术，还有养殖的成本。 这个也能决定最终的利润。肯定会有人问了，对吧？你投资这么多钱养这么多牛，你就没有想过能赚多少钱吗？对吧？想过，肯定每个人都会想，就是我投了这么多钱，我1年能赚多少钱，肯定会想的，对吧？然后，因为我们2个去年是第1年养，今年是第2年，我们能参考的不多，我们只能参考我们去年的这个利润，投资与利润的回报比，对吧？去年我们买小牛的价格是13200。 445斤，这是入栏的价格跟体重，非常贵，每1斤核算到31块钱左右，30块钱。然后呢，我们养殖了14个月，中间有这个疫情的原因，对吧？就耽搁了1个月，理论上养13个月的应该，养14个月，然后出栏的时候的价格是17块钱1斤，341公斤。 然后每1头牛平均的售价是24900多，就接近2万5。然后单头牛的利润是2600块钱，就是每头牛的饲养成本，就是所有东西全包括在内，包括我自己种的地我也折算成钱。然后每1头牛差不多是9000块钱左右，这个是我们去年的整体的数据。然后再说我们现在眼下的这批牛，这批牛是5月19号，就是2个月之前买回来的。 这些牛买来的体重是470斤，然后，价格是10800，都是平均的啊，平均体重、平均价格。这个价格跟体重比去年，体重比去年大，价格比去年便宜。所以说今年的这个投资的本金就低很多。去年30头牛我们花了39万5，今年这60头牛我们才花了65万，不到65万，所以本金低了不少。然后平均的话，每1斤核算到22块钱左右，低了很多。 再下来说的就是，这个饲养成本，对吧？今年的这个饲料价格绝对不比去年低，这个饲料价格只会比去年高，不会比去年低。但是我们今年牛相对来说要大一点，然后我们可能会把周期缩短一点，可能12个月就出栏。这个饲养成本我们还是控制在就是8000到9000米之间，8000到9000块钱之间。 我觉得这个成本应该是够的，就是这个玉米啊、豆粕涨幅跌幅不是特别大的前提下，应该是够的。然后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这个饲养技术方面，对吧？对于我们2个来说，去年平均每头牛每个月的增重是74斤，我觉得我们2个今年的饲养技术肯定是比去年要成熟了不少。我们觉得今年，不能说一定会比去年好，但绝对不会比去年差。所以我们觉得这个最后的增重，最后这个牛平均的出栏体重也不会差太多。然后我们最终能决定我们这个利润的，就只是售价，对吧？
上一批牛我们是今年的5月1号卖的，然后每一斤是17块钱，这个价格其实不算低了，在我们当地来说不算低了。然后我们卖完牛之后，这个价格一直在下跌，一直在下跌。然后明年我们这批牛出栏的时候，要到5月末6月初了，那个时候价格是怎么样的，谁也确定不了，对吧？谁也不能预测到1年之后这个市场行情是怎么样的，对吧？影响这个市场行情的因素有很多，比如说疫情，对吧？戴口罩，牛肉的进出口调整，就等等等等各个方面都会有影响，所以说我们预测不来最终的利润。然后肯定会有好多人说，我就想知道一个利润区间，然后我作为参考来，就是确定从不从事这个行业。那跟大家说的是，这个牛有一个就是一个正常的一个死亡率吧，算是，一般是3%。如果说你死亡率不超过3%，然后你这一年的饲养成本跟你预期的一样，然后你这个增重也跟你预期的差不多，那我觉得每头牛应该有个2000到6000的利润，2000块钱到6000块钱的利润应该是问题不大的。就是如果说你这个损伤率特别大，可能还会赔钱，对吧？但是牛这种东西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好饲养的，死伤率其实不算太高。好了，朋友们，我身后的这些牛也都基本吃的差不多了，给他们喂了水，我们就进屋休息了。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儿，拜拜。希望能对你们有一定的帮助，好吧？